很多人由于年纪大了，肝脏功能会下降，而有的人呢，会因为不好的生活习惯导致肝脏受损。如果都不好好调理的话，很容易诱发肝脏疾病。俗话说，药补不如食补。下面给大家推荐3种食物。1. 蒲公英。蒲公英是很多人都喜欢吃的野菜。蒲公英富含蒲公英醇、蛋黄素、胆碱等多种营养成分，具有清肝降火、养肝护肝的作用，对预防肝硬化、肝炎等肝脏疾病有很好的效果。2. 陈皮。俗话说，一两陈皮一两金。陈皮有非常好的养生作用，它的药用价值呢很高，具有排肝毒、降肝火的作用。经常吃一些陈皮，能帮助减轻肝脏负担，对肝脏健康大有益处。3. 蜂蜜。蜂蜜是生活中常见的食材，也是很多人都喜欢吃的。蜂蜜营养丰富，其中含有葡萄糖、果糖、多种矿物质以及酶类，能帮助修复受损肝细胞，促进肝脏排毒，有益于肝脏的健康。所以经常吃点蜂蜜，肝脏也会感谢你哦。枸杞是一种经济实惠、营养丰富的养生食物，很多人呢喜欢用它泡水喝。枸杞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，有很好的滋养肝脏、延缓衰老的作用。但有的人听说晚上吃枸杞效果堪比人参，那这种说法对不对呢？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对的，并没有什么科学依据。因为不管是早上还是晚上吃枸杞，枸杞的营养都不会改变。相反，晚上如果喝多了枸杞泡水，很可能会频繁起夜，影响睡眠质量。那枸杞怎么吃最好呢？大多数人都喜欢泡水喝，其实枸杞干嚼对身体更好，这样枸杞的营养更容易被身体吸收，而泡水呢很可能会使营养流失，所以大家在吃枸杞的时候，建议大家干嚼着吃。还有吃枸杞的时候，最好呢少量多次，也就是每次少吃一点，可以多吃几次。那建议大家呀，每次最好不要超过15克，这样对身体健康会更有帮助。枸杞是很受欢迎的养生食物，一般都喜欢用枸杞泡水喝。其实枸杞还有一个好搭档，若能一起吃，对肾脏健康非常有好处。首先，枸杞大家都知道，枸杞中含有丰富的枸杞多糖、胡萝卜素以及维生素等营养物质，具有滋补肝肾、提高免疫力、延缓衰老的作用。那和枸杞搭档的呢，就是黄芪。黄芪药用价值很高，其中含有丰富的多糖、氨基酸以及微量元素，具有消肿利尿、补气生阳、促进排毒的功效。所以经常将枸杞和黄芪放在一起泡水喝，能够促进肝肾排毒，提高肾脏功能，养肾效果会更好。那男性朋友可以试试看哦。生活中养肾的方法有很多，可以通过运动，每天进行适当的锻炼，可以呢提高肾脏功能，也要有一个好的睡眠，养成好的作息习惯，有利于肾脏的保养。还有平时呢要多喝水，也是养肾的好方法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男性身体会开始衰老，这时肾功能也会下降，所以要好好的养肾，这样才能够让你更有男人味儿。那说到养肾，很多人喜欢用枸杞泡水喝。枸杞的营养价值呢还挺高的，枸杞含有丰富的蛋白质、氨基酸、矿物质和枸杞多糖，具有延缓衰老、补肾养肝的作用。如果能和一物搭配，效果会更好哦，那就是黑豆了。黑豆呢是常见的黑色食物，中医认为黑色入肾，并且黑豆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花青素，有很好的延缓衰老、滋补肾脏的作用。经常吃还能够明目乌发。大家呢可以取适量的黑豆、几颗枸杞，还有适量的红枣，然后呢一起放入锅中煮水喝，每天坚持喝一点，能很好的帮助提高肾脏功能，补充肾气，让肾脏越来越健康。那肾不好的可以试试。现在的人习惯了大吃大喝，这样肆无忌惮的饮食很容易导致血糖升高，若不加以控制，就容易引起糖尿病。那血糖高的人手上可能会有3种表现。1. 手指麻木。我们手指处于身体的末端，如果体内血糖过高，会影响血管和神经，这时呢，手指就可能会出现麻木、刺痛的感觉。如果你总是出现，就要注意了。2. 手背红肿。血糖太高会影响血液流动速度，这时手背就可能会出现红肿的情况，这也是血糖高的一种表现。3. 手指伸不直、不灵活。对于血糖高的人来说，如果血糖失控，很可能会损害关节和软组织，这时呢，手指就可能会有伸不直、不灵活的现象，也要多注意了。
如果你没有上面3种现象，表明血糖还算平稳，平时想要控制血糖，要注意调整饮食。可以呢多喝点桑叶茶、玉米须茶，对稳定血糖有帮助哦。高血糖在中老年人中很常见，我们都知道，如果血糖高了，平时一定要好好的控制。那除了多注意饮食外，还可以常做一个动作，对降血糖有帮助。这个动作就是推腹，首先自然的站立，双脚打开，与肩膀同宽，然后找到我们腹部的正中线，用双手的食指和中指从上往下的推，一直推到小腹处，可以稍微的用点力气，每次推3到5分钟即可，可以早晚都推一次。因为腹部中线这里是任脉，这样推能够促进新陈代谢，提升消化能力，对降血糖有一定的辅助作用。想要降血糖的，可以试试这个方法哦。对于血糖高的人，平时饮食要特别的注意，少吃含糖量高的食物，可以呢多喝一些能够辅助降糖的茶，比如苦荞茶、桑叶茶，经常泡水喝，能够帮助稳定血糖，让身体更健康。大家都知道，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高血糖。如果血糖高了，对身体健康是很不利的，那该怎么办呢？今天给大家推荐3种食物，有助血糖平稳。第一种，黑苦荞茶。生活中很多人喜欢喝黑苦荞，黑苦荞中含有芦丁，有软化血管、清理血管垃圾的作用。那经常用它泡水喝，可以帮助降糖降脂。第二种，山药。山药也是很多人喜欢吃的，它呢含有一种粘性蛋白，可以延缓糖分吸收，对稳定血糖有一定的帮助。第3种，铁皮石斛花。铁皮石斛花有很大的药用价值，其中含有石斛多糖成分，有清热润燥、强身健体、增强免疫力的作用。那经常用它泡水喝，也可以帮助血糖保持平稳哦。我们的血糖通常呢都是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内，但如果血糖值偏高，那么就可能会引起高血糖，严重还会导致糖尿病，所以平时要控制好血糖才行。其实血糖升高时，饭后呢会有2种表现。表现1，饭后还感觉饿。对于血糖高的人来说，饿的速度也是很快的。如果你刚吃完饭就又感觉到饿了，就要小心，可能是血糖高了，要多注意控制血糖。表现2，饭后犯困。很多人在吃完饭后会感觉到困，如果是比较严重的话，要多注意一下血糖的问题了，因为血糖升高时会抑制食欲素分泌，导致大脑能量供给不足，这样呢就会使人出现犯困的情况。那平时应该怎么控制血糖呢？建议大家可以用苦荞泡水喝。苦荞茶是常见的饮品，营养丰富，其中含有的黄酮类物质能够促进胰岛细胞恢复，不仅可以帮助稳定血糖值，还能够帮助软化血管，让血液更加的通畅哦。糖高的人饭后坚持2慢，多喝易水，血糖或能慢慢降下去。第一个，饭后慢点运动。饭后进行一些适当的运动，对稳定血糖是有帮助的。但是呢，大家要注意，不要剧烈运动。剧烈运动容易造成血糖不稳定，所以运动要慢一些比较好。第二个，饭后慢点吃水果。很多人都有饭后吃水果的习惯，但是呢，血糖高的人要注意，不要饭后马上吃水果，最好是在饭后1小时吃，这样会更好一些。还有水果呢，不要吃的太多，吃一些含糖量低的水果。那血糖高的朋友，建议大家可以经常的用苦荞泡水喝。苦荞中含有丰富的芦丁，这种物质可以保护胰腺，对血糖有控制的作用。除此之外，经常喝苦荞茶对血管健康也有帮助哦。生活条件好了，很多人就开始大鱼大肉起来，时间长了，营养过剩，导致身体肥胖，诱发各种疾病，比如高血糖。而血糖高也不是突然的，若身体出现2种现象，就可能是血糖高了。饭后犯困，很多人在吃完饭后会出现犯困、身体疲惫的情况。如果长期这样，就要注意，可能是血糖高了。因为血糖高会使食欲素分泌下降，这时呢，大脑能力功能不足，就会出现犯困的情况。手脚冰凉、发麻。如果体内血糖偏高，会影响血液循环，而手脚呢又是血液循环的末端，这时就容易出现手脚冰凉发麻的情况，所以要多注意。那血糖高的人要多注意呢，控制血糖，可以常吃一种食物，苦荞。生活中我们常见的呢就是苦荞茶了。
苦荞中富含蛋白质、微量元素和黄酮类物质，能够促进胰岛素细胞恢复，有控制血糖的作用，对降血糖有一定帮助哦。好了，大家还有什么想要知道的问题，可以给我留言，拜拜。